好，我们来关心台湾的政坛哦。最近有一个激动又高亢的质询画面，就是这个在大陆爆红的主角是台湾政坛的质询狂人王世坚。好，那他一句这个歌词说“匆匆忙忙，游刃有余”，结果是“匆匆忙忙，连滚带爬，没出息”等等的歌词呢，就被剪进音乐里面，在大陆现在非常的火，变成了摇滚版、夜店版、烟嗓版。我们来看一下现场最新画面。本来应该匆匆忙忙，游刃有余。本来应该匆匆忙忙，游刃有余。现在是匆匆忙忙，连滚带爬。好，真的，现在在网络上面就非常的红，这个流量比国民党主席的辩论都还要高。那许多的网友就笑说呢，看选举辩论不如刷世间神曲，既好笑又真实。苑老师怎么看这样子的一个现象？是大陆的网友们真的很关心台湾的政治吗？还是说嘲讽政治被娱乐化？你怎么看？我跟你讲哈，大陆完全是拿这个看马戏团的心情在看王世坚啊！我就讲两句话，因为王世坚的话呢，他无意之间因为台湾国语的关系啊，就本来是从从容容，对不对？不是要唱从从容容，对不对？然后游刃有余，然后现在的话就是匆匆忙忙，对不对？无意之间押韵了，你知道吗？连滚带爬。因为首先的话，这有3个看点啊。第一个的话呢，这个王世坚平常这个质询，他就这个风格嘛，他都故意装的样子，这不我们看的太普通，对吧？汉庭在这边都见的太普通。然后第二点的话呢，就他这个声调的话，对大陆来讲的话，就觉得很奇怪，大陆没有见过说位居这样的位置讲普通话不标准的，很少很少啊。然后第3个的话呢，就是说王世坚长这个样子那个很像恰吉嘛，对不对？大家就又喜欢看那个叫什么恶魔娃娃的时候，就是看这个样子，他实在长得有点像恶魔，他人非常善良，而且头非常大，他会拉小提琴啊，对不对？他其实名言太多了嘛 ，Over my dead body， 这不是他讲的吗？对不对？这还有什么好评论的呢？这大陆没有见过如此的言论自由会产生这种结果，他自己都觉得网络世界太神奇了。对，吴老师呢？我是主张两岸要多加沟通交流，有这样子的人帮助我们两岸沟通交流，我觉得蛮好的啊。对，这也表示说其实没有那么多隔阂嘛。他的就算苑老师说他国语不标，普通话讲不标准，他是不标准，很有趣恰到好处，你知道吗？对，很有趣啊。他是恰到好处，因为他表现得很自然。而且中文只要出现叠字，大家就很容易沟通。小孩子讲话不是都叠字吗？对不对？喝奶奶，喝奶就好，我用讲喝奶奶2个字，只要有叠字都很容易沟通，很容易传播。所以我觉得很好，这个现象非常好。那还希望他有再多发明几个金句啊，让大家可以多互相交流。他这首歌里面后来有很多是讲你要哭什么东西，他是在骂柯文哲，把它剪辑在一起。对，他有整首歌。哎呀，我们都很清楚嘛，因为我们这边的见怪不怪，我们就活在马戏团里头，看到这个不稀奇了，真的是。这王世坚真的在马戏团里头活。来，汉庭。其实这首歌呢，唱的不是王世坚或柯文哲，唱的是很多人的人生啊。20岁的我从从容容，游刃有余；30岁的我匆匆忙忙，连滚带爬；40岁的我睁眼说瞎话，在哽咽什么啦？50岁的我哭什么哭？没出息。王世坚绿了一生，想不到后半辈子竟然红了，还是靠没出息红的。这人世间谁能靠没出息红呢？王世坚这辈子都没想到自己有一天能在歌手作词人的赛道有这么大的成就而且呢，他是继于北辰之后，王世坚接着在抖音上火红，所以2个人就决定出道王世坚和于北辰的组合出道就叫奸臣当道。好，这一方面是网络上面的流行歌曲现在爆红，那另外一方面我们比较严肃一点来关心，现在国民党主席则是选举这个乌烟瘴气啦。因为蓝营内部开始有人说呢，大陆网军介入在这场选战当中，尤其他们抓出来说，赵少康公开指控了8个频道151部的影片都在操控影射等等，连国台办都出来做澄清了。干哥怎么看？有没有？我把后面那2句没有唱完的唱完，好不好啊？我看。睁眼说瞎话，你在哽咽什么啦？你在哭什么哭？没出息。音准很好，可以。所以今天我现在讲说，可以，你到底在哽咽什么？我今天讲一句实在话，我们所有的这个支持者都哽咽。只要有血性的中国人，你看到国民党现在搞出这个飞机出来，你不哽咽吗？你不难过吗？为什么？只是选一个主席而已，还没有这个光复河山呢，还没有打回去。投票权我今天我讲的难听一点啊，
这个中共介选跟我们这个国民党选举到底有什么关系？没有半毛钱关系。为什么？因为你就是我们某一个大佬，某一位电视台的这个节目的大佬，他发表说，对于这个郝龙斌主席的攻击已经达到50万次了。我们蔡委员不是马上反驳吗？他们反驳说50万次你怎么算出来的啊？就根本就是说灌水了1倍。那对于郑丽文的攻击只有3000多次，对于罗志祥的攻击也只有3000多次，那怎么可能对另外一个人的攻击会达到了50万次这么多？那就是什么？那就是一种作手，就是在拉抬他。可是我今天讲句实在话，就是说我们一般老百姓不是要看这个，我们要看的是今天你好不容易从大罢免的灰烬之中重新站起来了，重新拿回了你的尊严跟实力的时候，你要做什么给所有的支持者看？我们要看的是这个，而不是宫廷政治再次抬头，对不对？因为我们如果看到，如果说今天你看到的那样的一个形象的话，我今天坦白讲，它仍然是旧时代的思维跟旧时代的想法。你必须要去找出一个，也就是说，因为我们身为评论员，我们不会公开支持任何人啊。我们如果说你公开支持了任何人，那你就有立场；如果有立场，你就是偏颇。所以我们绝对不会公开支持谁，但我们要告诉你说，你的党主席选举应该是什么样的模式跟样态。国民党分成4个大票仓，一个是本土的党员，第2个是海外的党员，第3个是派系地方派系，第4个就是军系。我去问了一下我朋友啊，他说军系现在乱七八糟，你以为推出郝龙斌他就一定支持他？没有，为什么？他们认为应该要找一个能战的人。对，我就不说他的名字了。究竟谁能够战，谁不能战？其实我今天讲一句实在话，经过辩论之后，我发现他们没有互相攻讦，反而是好事者很无聊，载着驴子放到贵州去，希望他能够在里面然后打起来，所以这简直是没有事可以找事干。我认为今天很简单，中国国民党的党主席选举是他们的家务事，可是有14万党员选出来的是500-600万的老百姓的希望，所以千万不要把整件事情给弄拧了。那我觉得在这件事情上面，我觉得像陈明华这个发言人，他也讲过说，他很喜欢听到这个王世坚的这首歌曲，你就可以代表说什么？其实就是对岸在这个我们台湾的一些政治事务上面，他还是有关心的，他愿意让这首歌能够在大陆那边能够播放，然后能够有这么多的点阅率，我觉得这对于我们两岸之间的和谐的关系是有很大的帮助跟好处的。所以我也希望说，国民党的内部的选举能够成为一场正常的选举，让大家都鼓掌赞叹，终于有一个共主。但是这个共主他不是救世主，他面临更大的难题跟更重大的那个负担，他必须要负重前行，带领国民党赢下那一战，两岸之间才会真正有关系开展的那一天。好，谢谢干哥，谢谢。地缘政治、内中之争、战略价值、强权崛起、小国生存，现在与未来洞悉事件走向，掌握世界脉动，全球观点尽在环球大